关注人工智能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键盘上的上档键。上一集我们用神经网络模拟了易货的操作，一不小心搭建了一个最小的神经网络。大家还记得这个神经网络吗？我们再来回顾一下，这个神经网络的输入数据只有两个 x1 和 x2， 并且它们都只能取两个值，就是0和1。这个神经网络由3个神经元组成，第一层有2个神经元，这2个神经元分别同时接收2个输入 x1、x2 的值，然后这2个神经元计算之后，再把计算的结果给到第3个神经元，第3个神经元计算后就可以得到与易货操作一样的结果了。这个神经网络是最小的神经网络，同时它也是最小的前馈神经网络 Feed Forward Neural Network。FNN 和日本的富士新闻网 Fuji News Network 的缩写是一样的，也是 FNN， 大家不要搞混了。这个没人会搞混的。友情提醒一下嘛，我们也是有日本文化背景的听众的啊。好，我们接着利用这个全世界最简单的神经网络来解释几个概念。在人工神经网络中，它会分层，我们可以非常直观的故意思明啊。这里接受 x1、x2 输入数据的，我们就称之为输入层。很显然，输出最终结果的 y3，我们就称之为输出层。处在输入层和输出层之间的，由神经元并列组成的层，我们就称之为隐藏层。这里模拟易货的神经网络就有2个隐藏层，第一层是由2个神经元组成的，第二层就只有1个神经元。可想而知，隐藏层是可以有很多层的，它们都被称之为隐藏层。当然，每一层神经元的个数自然也是可以有多有少的。比如，第一个隐藏层就可以有6个神经元，第二个隐藏层可以有3个神经元，等等等等。在神经网络中的神经元，有时候我们也称之它为节点 node。这些隐藏层中的神经元的输入是来自其上层的神经元的输出，它们输出又会给到下一层的神经元，而同一层中的各个神经元之间是没有链接的，也就是没有输入输出关系的。以上这些概念，我们就可以发觉前馈神经网络的数据是从输入层输入，然后在隐藏层一层一层的依次向下传递，最后传递给输出层。输出结果，整个过程中，数据就像大河中的流水，从上游一路向下游，汇入大海，是不会出现循环重复的，所以它才叫做前馈神经网络嘛。大家还记得人工神经元的数学模型吗？对的，就是这个 y 等于 f， 然后大括号里面西玛 i 从0 wi 乘以 xi。这个公式里面 xi 是神经元的输入， wi 是每个输入的权重，W0 也就是 B 称之为偏置。一个神经网络中，无论是输入层、隐藏层还是输出层，都有好几个神经元，所有这些神经元的权重 Wi 和偏置 B 合在一起，我们就称之为这个神经网络的参数。还记得我们在第5集的时候例举了 ChatGPT 1到4的参数的个数吗？说的就是这个。另一方面，神经网络需要几层，每一层都有几个神经元，这些问题就被称之为超参 hyperparameters。 当然，超参是有很多种类的，除了这些以外，这些参数如何确定，我们后面会慢慢的聊到。这里大家首先记住的有这2个超参就好了。那么前馈神经网络是如何运行的呢？看到这里，大家是不是已经一头雾水了呢？那么下面我们就来举2个例子说明一下。我们这里需要提一下 TensorFlow， 中文如果直译的话就叫做张量流。TensorFlow 是一个开源的深度学习框架，它最初呢是由谷歌大脑 Google Brain 团队开发的，供其内部使用的框架库，后来于2015年在哈法奇 2.0 的许可下就开源给了公众。好了，我们废话不多说了，我们现在就去 TensorFlow 的游乐园 Playground 看一看。在浏览器里面输入 playground.tensorflow.org， 网页打开，映入眼帘的就是一个前馈神经网络的图形化界面啊，大家不用慌，看到最顶上这排字吗？ Don't worry, you can't break it, we promise。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他们保证你不会把这个网页玩坏的，大家放心玩。
不过大胆呢还是需要心细。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这个网页，最中间的是有很多蓝黄小方块组成的，有一些虚线连接起来的这个就是神经网络了。在我们视频里，神经网络的节点用的是蓝色的圆圈，这里用的是蓝黄的方形，大家不要搞混了。左边的两个方形是输入 x1 和 x2， 也就是网页上显示的 features。右边是神经网络的隐藏层，你可以通过加减键来增加隐藏层的层数，你也可以通过每一层的加减键来增加每层的神经元个数。最左边可以选择表示输入 x1 和 x2 相互关系的图形，最右边的图形是表示我们设定的这个神经网络输出结果的图形。OK， 我们就开完。我们先选择一个黄点和蓝点分别在左右两边的图形。很显然，我们看一眼就知道这个图形是可以用一条直线就能把它们划分开的，也就是说这个图形是线性可分的。看过算法篇前4集的朋友们都知道，线性可分的图形只需要一个神经元就可以搞定了。那我们现在就拿 TensorFlow 这个玩具来验证一下。我们删掉其他的隐藏层，只保留一层，这个隐藏层里面神经元也都删了，只保留一个神经元。然后我们按下左上角的运行键，开始训练。大家可以看到，几乎一瞬间，在输出的画面中就会出现一条白线，把黄点和蓝点就划分开了。什么？太快了，没看清啊。好，我们再来一次。不过这次要注意看啊。我们重新选择这幅黄点和蓝点分别在左右两边的图形。注意看，3、2、1，开始。是不是几乎一瞬间，在输出的图形里面就会出现一条白线，把黄点和蓝点分开？结果和我们预想的一样，只要一个神经元就可以把这样的图形完美的分别开了。我们再选择 x1、x2 的图形变成蓝色点在左下方和右上方，黄色点在左下方和右上方的这张图。显然这张图是没有办法用一条线就把黄点和蓝点分开的。那么我们先试一下前面一集我们用过的易获的神经网络，也就是那个最简单的神经网络结构，也就是第一层隐藏层为2个神经元，第二层隐藏层只有1个神经元，也就是这个最简单的模拟易获的网络。好，我们增加一个隐藏层，调整整个层的神经元个数，然后运行，开始训练。我们可以看到，结果和我们之前的一集模拟的易获的神经网络的图形是一样的，出现了2条白线，勉强能把里面的黄点和蓝点区分开来。显然这个结果不是特别的令人满意，那我们就增加每个隐藏层的神经元个数。第一层我们把神经元增加到4个，第二层我们增加到2个，还是这幅图，然后我们按运行键开始训练神经网络。大家看到没有？分割蓝点和黄点的线是不是不再是一条直线了呢？而是2条曲线。这时它就可以几乎完美的把这些蓝点和黄点分开了。好，我们再来看看这张蓝点和黄点是螺旋着缠绕在一起的图形。显然这张图形比之前2张都要复杂很多，即使从我们有限的经验出发，我们也知道更加复杂的图形需要更多的神经元来拟合。那我们就把第一层的神经元个数增加到8个，第二层的神经元个数增加到4个，然后运行，开始训练神经网络。大家可以感受到，随着我们用分割的图形变得越来越复杂，我们需要的神经网络也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训练神经网络的时间也就会越来越长。我们可以看到输出图像中的分割线，也就是白线开始弯曲，并且在随着蓝点和黄点形成的螺旋中间慢慢的延伸开来，逐渐就能把黄点和蓝点区分开了。但是呢，似乎分割并不是特别的完美。说到这里，有朋友就会问了 ，OK， 神经网络能把蓝点和黄点区分开来，那又怎么样？有什么用呢？现实中有什么用呢？哈哈，问得好。数学解决的问题是高度抽象的，是没有背景的，而对数学的理解恰恰是人类的超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这个世界上的一切的意义都是人类赋予的。还记得我们在第2集里面提到的水果分类器吗？当时苹果和香蕉的区域是我们手画上去的。有了神经网络，我们就可以训练一个神经网络，让它来替代我们划分各个水果之间的分界线了。
比如说我们有苹果、香蕉、西瓜、雪梨4种水果，我们每种水果各找1000个，然后对这4000个水果分别测量它们的长宽高、体积、重量、颜色，那么我们就有了代表长宽高、体积、重量、颜色的6个输入 x1 x2 x3 x5 x6，画在坐标体系里面就是一个6维的坐标系。大家不用去想6维的坐标是什么样子的，之前我们算法篇已经说过，6维不过是一个括号里面的6个数字而已，比如说 1.3 1.5 0.9 2.4 1.1 0.7这样子括号里面的一个数字，仅此而已。就像2维在括号里面是2个数字 0.8 和 1.4， 那么其实它只是都代表一个点的意思。只是6维比4维只是多了6维比2维只是多了4个数字而已。这时呢，我们就有了4000个6维空间的点也就是每个点都是6个数字。那么这4000个点会在6维空间中形成一个云图。那么就像我们刚才在网页上看到的蓝点和黄点，只不过它是在2维体系里面的。那么现在我们在6维体系里面会有6000个点。这个苹果的1000个点呢，它会聚集在一起，比较相互之间呢比较靠近。那么同样呢，香蕉、西瓜、雪梨各自的1000个点也会聚在一起，相互之间比较靠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对于人类来说，要划分它们的边界线就非常的困难了。像2维的 x2 可以画在一个平面图上，那么人类几乎就一目了然就可以把它的分界线画出来了。但是对于一个6维的4000个数据形成的一个云图，人类的直观能力就非常捉襟见肘了，就没有办法完成了。而此时我们就需要神经网络的这个工具来帮助我们完成对这4种水果的划分了。这个也就叫做训练这个神经网络。那么等我们划分好了，也就是训练好了，有什么用呢？那么在第2集里面我们就说过，我们可以让机器认识水果啦。这个时候有朋友就会追问，机器认识水果以后又能干嘛呢？好问题，这个问题就变成了一个商业问题。也许呢，它可以教小朋友认识水果啦，它也可以变成家务机器人的一部分啊。那么像赋予数学以意义，寻找意义的商业价值，那么这些都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些礼物，不要辜负了上帝他老人家的一片好意啊。前馈神经网络是一个最基础的网络结构，几乎在任何的深度学习的模型中都必然会出现这种网络结构。除了成为组成各类专业模型的一部分之外，前馈神经网络单独也能完成种类繁多的工作。那么比如说垃圾邮件的认定啦，购物网站的个性化商品的推送啦，金融交易中或者网络安全中异常数据的识别，比如说对身体健康的异常状况的提醒，比如说客户画像的种种的细分，包括文本情绪的识别，那么甚至股票市场未来的波动的预测都是可以由前馈神经网络来完成的。在前馈神经网络 FNN 应用的场景中，那么绝对不能遗漏的就是谷歌公司在2021年推出的用于识别图像的一个深度神经网络模型，叫做 MLP Mixer。 它是一个标准的前馈神经网络，但是它在图像识别的各个性能方面都超越了很多更加复杂的网络结构的模型，比如日中天的 Transformer，或者专门为图形识别而诞生的卷积神经网络 CNN， 都比不过这个非常简单的，只是简单的前馈神经网络的模型，谷歌的 MLP Mixer。那么从前面的例子，我们就可以隐约的感觉到，神经网络的结构越简单，训练所消耗的时间、数据算力、电力也就越少，自然成本也就越低。因此 MLP Mixer 在商业上就极有可能形成对其他神经网络结构模型在性能上和成本上的双重优势。也许前馈神经网络这种简单的网络结构很快就会焕发第二春了呢。
在我们结束这一期之前，需要提一下的是，由于上世纪50、60年代感知机在人工智能热潮中被广泛的追捧，因此80年代后学术界经常提到的多层感知机 （Multi-Layer Perceptron，MPL），其实本质上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前馈神经网络 （FNN）。这也是刚才提到的谷歌的 MLP Mixer 这个模型中 MLP 几个字母缩写的来源，也就是 Multi-Layer Perceptron。至于前面提到的 CNN Transformer 结构，还请大家耐心等待，我们很快会在后面的章节中讲到它们的。最后再次感谢您的观看，还麻烦您高抬贵手点赞关注，欢迎在评论区留言。那么我们下期再会。